这个男孩实在是太能干了，他进山采了一些黑色的棕榈果，轻松的都卖了出去。在阳光明媚的一个上午，自强挥挥手和奶奶告别，一个人又钻进了山里，沿着山道往上走去。他发现一株高大的棕榈树，其上挂满了紫黑色的果子，在地上捡了几颗。这种棕榈果和我们一般见到的还不一样，这应该是当地的特有品种。自强用柴刀去掉了表皮，就放到嘴里啃了起来。你还别说，味道还不错。那么当然要把这株树给薅了，到时候拿到街上卖了换钱。可这么高要怎么摘呢？自强首先想到的就是爬上去，可刚试了2下，就发现这些枯枝不仅脆得很，而且非常扎手。自强站在原地思索了一下，提起柴刀就进了边上的小树林。他挑中了一棵笔直且细长的树干，二话不说就对他下起了手。没用多少时间，小树应声倒地。采取多余的枝丫后，自强将它拖了出来，顺带还带出来一截树钩子和藤条。放置好后，自强将树钩绑在了树干之上。有了这个装置上边的棕榈果，相信可以轻松拿捏。只见自强将树干竖直，刚好可以够得着顶端部分。随着他一阵敲打，一颗颗果子稀稀疏疏地掉了下来。因为整串果实和棕榈树实在是连接得太牢固，自强只能在底下猛烈地摇动着钩子。眼见着地上积累了不少果子，他取来了背篓，拾起这些比枣都大的棕榈果。直到把周围都找了一遍，确认四周再无果子，没想到也有满满一背篓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产量还是可以的。收拾完东西，自强背起这几十斤沉重的果子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弯着腰向着家里走去。每当他路过需要上下台阶的地方，他都非常的小心，要是一不注意，就有可能摔个狗吃屎。好在长时间的上山下河已经让自强习惯，在路口2只狗子的迎接下，一路平稳地来到村子里，就近找了块场地就摆起了摊。村民看到这稀罕货，也是纷纷前来购买，一买就是一大袋，才没一会就去掉了大半。最后在一位小哥和大妈的支持下，顺利卖完了果子。这时已是日暮西沉，日落之后的余晖已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几天之后，奶奶和自强在一起挑拣着糯米。今天他们打算靠这些糯米做些好吃的。自强换上了雨鞋，来到了一片竹林之中。这些竹子没毛竹那么粗，应该是雷竹之类的，拿来做竹筒饭，大小刚刚好。自强挑选了一株长在外围的砍了下来，放到地上削去枝丫后，他沿着竹节位置将这根竹竿分成了段，放到了竹篓中，看着应该是够用了。自强背起背篓，沿着来时的路回到了家中。奶奶着手修理了下不平整的口子，自强端来糯米，也不需要加任何东西，就灌入了竹筒之中。竹筒内的糯米不能加满，待会还要掺点水进去。两人配合着为所有竹筒塞入了糯米，提着背篓来到了水龙头下，少量多次地往里面加起了水，直到加满为止。心急的自强每次都是大水漫灌，搞得米都跑出来一些。现在时间也还早，还远远没有到饭点的时候，两人坐下来先休息一会。自强乖巧地为奶奶捶着背，让上了年纪的奶奶放松一下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奶奶点着了火，糯米在竹筒里也泡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在烧之前还需要再补上一遍水。制作竹筒饭也不需要特殊的手法，简单的放到火上开烤即可，只要等上49分钟，将还冒着火星子的竹皮削去，只留下带着竹衣的糯米棒子，吃起来软糯可口，还带有一股竹子的清香。这种当地特色的食物，正是印证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。就今天制作的分量，估计也够他们俩吃上好几天了。真的是太可惜了，自强养的兔子死了，为此他伤心地哭了一场。今天一早，自强和邻居说好到他地里进点货，刚准备进去就遇到了他。大姐指认了下自己地的位置，
就叫自强自己进去摘，钱下次碰到了再给就行。交代完，自强就进到了地里，穿过玉米地，来到了一片长满黄瓜的田里。为了增加产量，这些地黄瓜都是和玉米套种在一起，与一般的黄瓜不同，它并不需要搭架，直接匍匐在地上就能长得很好。在玉米杆还是半大时，这些黄瓜已然成熟。到了采摘的时候，自强沿着藤蔓一点点搜索前进，凡是看到差不多大了的就摘下来，收进背篓里。眼见着地里还有这么多，再背着背篓前进就有点累了，于是他取出塑料布摊在了地上，先把已经收获的倒在了上面，这样也能节省些体力。外边摘完了，他钻进了玉米地里，里面同样有着不少黄瓜。就这样，在耗费了一些时间之后，自强搞了大半筐的黄瓜。不过他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提起了柴刀，割起了嫩黄瓜尖。没想到吧，这也是能吃的。只要剥掉外边的一层老筋，放到锅里炒上一炒，那味道比青菜都要来得爽口。就是不知道越南当地人是怎么做的，但大概也是差不多吧。说话的功夫，自强已经割了3大束。在离开之前，他拿出了竹篾，将这些嫩尖整理好后捆扎成束，这样到时候卖起来也方便一些。收好了所有东西，自强背起背篓，穿过农田小道，来到了他经常摆摊的位置，整理好了所有货物，接下来就等着顾客上门了。他决定将黄瓜都装到袋子里，来个打包销售。正当他在忙着，一个小哥停下车走了过来，问过价格，买走了他2束黄瓜藤。有了开门红，接下来就要顺畅许多。村民们也都知道他卖的便宜，卖起来那是一点都不慢，都不用自强出手，自己就装袋付钱了。卖完了今天的货，自强收起钱，满意的向着家里走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自强又来到了这边地里。昨天他并没有收完这里的黄瓜，而且还卖得不错。今天他打算再来搞点。大姐也刚好在地里，自强取出了钱，付掉了昨天说好的价格，藏好了剩余的钱。他也准备大干一场。不过还没吃早饭的他，先摘了一个，自己咬了2口。大姐也没有离开，帮着自强一起摘了起来。自强一边啃一边摘。很快在大姐的配合下，花了一点时间搞了满满一背篓。自强想着先把钱付给大姐，大姐却把钱推了回去，告诉他来的时候给的已经够了，看样子还是蛮照顾他的。既然这样，自强也不再说什么，背上了满满的货物，一边啃着手里的黄瓜，慢慢的在这云雾飘渺的田间小道走着。回到家中，奶奶不知何时已经从别处借了个秤回来，来不及停下来休息一会，就在奶奶的陪同下再次出了门。这一箩筐东西确实也有点重，奶奶都将自己的拐杖给了自强拄着，来到桥上坐下，两人摆好了摊。在经历了一段热闹之后，黄瓜很快就卖得只剩1袋了。自强数完钱，收起剩余的东西，是时候回家煮午饭吃了。自强放下背篓，拿起地上的红薯叶，就要去看看笼子里的兔子。可刚到门口，就看到一只狗站在兔笼前。自强生怕兔子被欺负，连忙追着狗子将它撵了出去。这时才有空回来看看兔子的情况，没想到已经躺在那一动不动了。自强抱着它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奶奶闻讯也是急忙赶来，看了看这只可怜的兔子，也许是兔子不适应新环境，也可能是兔子本身的消化系统就不好，吃不了含太多水分的植物。总之现在已经狗屁了，还真不能怪刚才的狗子，它只是刚好路过而已。自强拿起锄头带着兔子爬上了自家后院的山坡，挑了一块风水宝地，准备把它埋了。自强最后抚摸了一遍兔子，挥动锄头挖了一个深深的坑，和兔子做了最后道别。自强依依不舍地推起土盖起了兔子。对他来说，今天是一个难过的日子，人生总是这样，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会来临。第二天，自强已经从昨天的悲伤中走了出来，来到了一片种在山坡上的菊园前。进到里面，我们看到挂满枝头的果子已经透出一抹亮眼的黄色。自强也是有备而来，带着果钱摘下一颗，包了起来。
别看这种橘子表皮像砂纸一样粗糙，但吃起来还是很甜的。自强就近开始今天的采摘，这里漫山的橘子树，他也是挑挑拣拣了起来，只对看上去品相好的下手，摘着摘着就来到了半山腰，正好遇到了菊园的女主人带着孩子，也在这摘橘子。自强看到这么可爱的小朋友，不自觉地就教起他怎么摘橘子。短暂的交流过后，自强和他们告别，独自加快了采摘的脚步，花了点时间摘满了一背篓。自强回到了家中，这时奶奶正在拆除兔笼，自强放下果子也加入了进来，虽然还有些不舍，但懂事的他也明白逝者不可追的道理，将这里还原到从前的模样。两人就来到了街上，依旧是在小桥上摆下了摊位，卖完了橘子，日子仿佛又回到了之前的平静。但不知道的是，一场变故正在等着自强缓缓靠近。男孩在野外布置了捕鱼陷阱，没想到回家又遇到了老奶奶的酒鬼儿子，这次醉汉是铁了心要把他赶走。距离上次摘橘子已经过了几个月，越南虽然地处热带，这回的早晚也带了一丝凉意。自强也穿上了外套，他来到了一片浅水的石滩里，准备在这搭个水坝，看能不能抓点鱼回去。在他一番努力之后，在河道里分出了一个 U 型的水湾，而在底部流出了一道闸口，水流都从这哗哗地流出，平整了下这个水道口。自强在背篓里取出了一张旧蚊帐，粗大的网孔正好可以用来抓鱼，他先将其理顺，底部用石块压牢，而后用竹竿撑起一个角，这样就形成一个口袋型的陷阱，路过的鱼那可都别想跑了。想要吸引鱼儿前来，那么还得下点血本。只见自强在背篓里提出了2袋子东西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已经没掉的糠粉，混合上点水，用来打窝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先撒了一些在水面里，其余的在里头压了块大石头，抛入了水中，最后给塑料袋撕开点小口子，方便味道散发出来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鱼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收好东西，准备先返回家中，说不定等晚点回来，里面满满都是鱼了。自强在回家的路上，可家里老奶奶的酒鬼儿子居然回来了。男人嚷嚷着这是他的家，那个小鬼怎么还住在这里？地上丢着自强的衣服，这明显是想再次把自强赶走。自强听到家里的吵闹声，也是有些担心，赶紧冲了进去，看清是奶奶的酒鬼儿子，他也只好弱弱地站在一边。男人看到自强回来，瞬间将矛头对准了他，威胁自强不准住在这里，不然就要打他了。奶奶眼见是不好收场了，只好把自强的衣服收进背篓，去抽屉里取出了钱袋子。男人不依不饶踢翻了背篓，奶奶本想着拿点钱给酒鬼儿子了事，没想到男人这次并不打算轻易罢休，依旧气势汹汹地要赶自强走。奶奶拉又拉不住，打又打不过，于是悄悄地把钱袋子塞到了背篓里。也许出去多2天也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男人还在发着酒疯，似乎有越说越起劲的趋势，一把将自强推倒在地上。奶奶在一旁劝说也是无济于事，生怕自强再受欺负，装好了他的拖鞋，叫自强赶紧先走。男人一路撵着自强出了家门，推搡着他来到了马路上。自强也是明白了奶奶的意思，还是快点跑吧，有这个酒鬼儿子在这里，也许真的不适合他再待下去。奶奶也是终于拦住了儿子，拉着发癫的烂酒鬼进了家。男人似乎对自己成功赶跑了自强感到非常高兴，躺在床上唱起了歌。奶奶扒在门口张望着自强离开的背影，默默地抹着眼泪。有着这么一个烂人儿子真的是太不幸了，本来有个懂事孝顺的孙子，现在也没了，他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伤心地坐在那以泪洗面。画面来到自强这边，他已经抹干净了眼泪，现在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。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上午放捕鱼陷阱的河滩旁，支起的棒子早已被河水冲跑，还好就蚊帐还在，本以为铁定没有收获了，没想到仔细一看，里面居然还留住了一条鱼。割掉了破旧的蚊帐，将鱼取了出来，那么也好，正好可以当做晚上的食物。天光也是逐渐暗淡了下来，是时候该考虑下晚上睡觉和吃饭的问题了。只见自强来到香蕉树旁，砍了半片香蕉叶，又捡了一些枯枝落叶，好在这里发大水时冲下来的枯树干不少，顺利解决了柴火问题。
用打火机点燃了篝火堆，自强换下雨鞋，倒干净了里面的水，放在火上烤了烤，拿到一边放置好。自强拿起抓到的鱼，丢到了篝火底下，小心地调整着篝火，让它慢慢地将鱼烤熟。趁着烤鱼的时间，自强在一旁收拾起地上的石块，想要尽量地把地面弄得平整一些，这样晚上也好在这睡下。躺上去试了试，除了有点硬道也勉强凑合，摊上香蕉叶作为餐布，顺带取出了自己的衣服，准备垫在底下让自己睡起来舒服一些。正在整理的时候，发现了奶奶放进来的钱袋子，打开来看了看，这段时间卖货得来的钱都在里面，让自强有点百感交集，珍重地放到怀里收好。看了眼烧得差不多了的篝火，但是鱼却还没有熟，只好继续加大火力，又是烤了好一会。自强取出了焦黑的鱼，放到了香蕉叶上，扒开如炭一般的表皮，还好里面还是可以吃的。就这样简单地吃完了晚餐，天也是马上就要黑透。他来到河边洗去脸上的炭黑，回到篝火堆重新拾搓了下，以摆摊的塑料布当作被子，躺在地上沉沉睡去。也许这又是一次上天对自强的小小考验，但凭借着他熟练的生存技能和乐观积极的处事态度，相信他一个人也能把生活过得很好吧。这个男孩实在是太坚强了，自从被迫离开了老奶奶家，他又重新过上了流浪的生活，靠着烤木薯和钓鱼来填饱肚子。天刚蒙蒙亮，大雾还弥漫在河道上方，自强在河滩里盖着塑料布度过了一夜，此时也是被晨曦的阳光叫醒。早晨的河边湿气有点重，让他感到了一丝寒意，团着手在床里坐了一会。昨晚上的篝火早已熄灭，自强将垫在底下的衣物收起，看了看藏在怀里的钱袋子还在，他背起背篓向着远处走去。他也不打算再回老奶奶家了，觉得凭借着自己在野外生活也不是问题，再回去的话，保不准那个烂酒鬼什么时候又回来，平天给自己和老奶奶找麻烦。就在这样的左思右想中，自强穿过田野，来到了之前摘过的黄瓜地里。此时的黄瓜藤已经开始枯萎，仅剩的果子也没有几个了。自强随便摘了几个，啃着黄瓜选择了离开。他也不打算白拿，下次遇到了那个大姐，把钱给他就是了。无处可去的他晃荡到了一片木薯地前，望了望这些高大的木薯干，自强决定挖上一株，待会晚上作为食物。刨了一阵之后，挖出来了3-5根，这也够自己晚上吃的了。自强背起背篓，沿着河边小道一路前进，直到他路过一个转角，看到另一边有个还冒着火星子的篝火堆。自强观察了下四周，也没有人，那么正好便宜了他。而且这里是道路的尽头，周围也没有人打扰，正是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。自强重新将火烧旺，再次查看起这个地方，确认附近确实没有人，他才卸下了背篓，取出了里面的木薯，全部丢进了火堆里，捡起地上的枯枝，为这个篝火加大点火力。等待的时间有点无聊，自强好奇地打量起附近的木板房，里面停着一辆摩托，应该就是边上大门这户人家的。正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感觉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捡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一根鱼线。他顺藤摸刮起来，很快找到了它的源头，一个绑着鱼线的瓶子和竹筒放在地上。破案了，这堆火一定是哪个钓鱼佬生的，只不过现在不知道人去了哪里。有现成的资源，自强当然要利用起来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他得回来照看下烤着的木薯，给他们翻了个身，使得其能整根都烤透。忙完过后，自强从背篓里翻找出了一枚鱼钩，兴冲冲地跑了过去，将鱼钩绑在了捡到的鱼线上，在罐子里掏出了剩下的蚯蚓，挂好了饵。自强将其抛入水中，没有钓竿也没有关系，只需要将瓶口插入到一旁的杆子中，这样一来，要是有鱼上钩，还会扯着瓶子哐哐响，连告警的装置也有了，真是一举两得。这时烤的木薯也熟了，时间安排的那是刚刚好。虽然从外表上来看不像是能吃的样子，但掰开来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白嫩的木薯心。自强正在啃着难以下咽的木薯，没想到瓶子动了，他赶忙上前拉起鱼线，不过什么也没有，真是只狡猾的鱼。他也不气馁，
继续上好饵，重新设置好这套装置，回来接着啃起了木薯。在夜幕降临之后，瓶子再次发出了响动，自强忙不迭地上前查看，能不能加餐就看这回了。好在人的运气不会一直差下去，被他拉上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鲫鱼。再次抛下鱼钩，自强捡起鱼，先来了个人道毁灭，也不用破汤开肚，就直接丢到了火里。不得不说，真是纯原生态烧烤。虽然晚上已经吃过木薯，但他也没地方储存这条鱼，只能选择趁着新鲜吃掉它。自强的小脸也在不断摸探和擦脸之中，变得如同一个小叫花。不过他的注意力全然在鱼的身上，并没有理会这些。有些累的他摊开了塑料布，准备休息一会，顺便等待鱼熟。看上去差不多了，自强捡了好几次都被烫得缩回了手，最后还是在木棍的帮助下给鱼翻了个身，继续烤了一会。很难想象一条鱼都被烤得开始冒油了，自强才拿来柴刀，配合着木棍将鱼搬了出来。要是放到一般人身上，这鱼是狗都不吃，但自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硬是将整条鱼吃完。他摸了摸吃得浑圆的肚子，来到了水边，清洗了下手，倒出了自己的衣服作为床垫，手里握着柴刀，蜷缩着躺了下来。在野外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，这把柴刀就是他唯一的依靠了。这个男孩也太厉害了吧，独自在湖边搭建了个简易庇护所，并设置陷阱，成功抓到了一只鸡，在野外也吃上了香喷喷的烤鸡。今天一早，自强还在湖边旁的空地中睡着大觉，手中依然紧紧抱着柴刀，还好一夜无事发生。这时他也是悠悠地醒了过来，舒展了下筋骨。他来到了水边，先给自己洗了把脸，而后收起挂了一夜的鱼线，看样子鱼也不是那么好钓了。昨晚上那条鱼纯属运气，顺道捡起了地上的破鱼篓，说不定将来可以用得上。一股脑塞进了背篓里。考虑到天气已经转凉，自强不得不穿上之前一直没有穿过的长裤，接着收拾好摊在地上的衣服，他也要再次出发了，为今天的生计开始奔波。正当他想走，看到地上似乎有什么东西，拿起来一看，是一卷散开的鱼线。昨晚上天太黑，导致他没有发现，那么正好一并带上。自强并没有走大路，而是一头钻进了附近的树林之中，这也是有他的考量的。树林中的资源要远比外边丰富一些，再不济也能找点野果什么的填饱肚子。可他野果没找着，却发现了不知道什么动物留下的踪迹，附近倒是没发现有别的动静。既然这样，他也不可能留下来守株待兔，当即翻找起自己的百宝箱，看有什么能帮他搞到这未知的猎物。掏出刚捡到的鱼线，他似乎也有了主意，拎着柴刀来到一旁，砍了一株不成材的小树，其柔韧的树干正好方便拿来制作陷阱。又放倒一棵后，得到了一截短木棍和树钩子，回到这片空地里。第一件事就是将遮挡在上方暗室的树叶除去，而后他拿起了树钩子，将它拍打进了这丛小树的底部，接着在一端敲入了一根短木棒，割了断鱼线，将它们捆绑到一起，组成了陷阱的基本框架。而这根长树干也是机关的关键，它的牢固与否直接关系着陷阱的成败。所以自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使劲地向着地里插去，弯折了下，确定基本牢固后，才最终固定在地面里。随后他拿出了鱼线，将一端绑在树干上，另一端在他粗略地确定长度后，缠在了一旁老树根之上。其实这就是一个之前奶奶制作的抓老鼠陷阱放大版，原理是一模一样。看样子他是真的学会了，并且懂得灵活变通了。这边自强也是拿了一根细木棍放到了机关之中，最后在鱼线中绑了根小木棒，拉紧之后卡到了两根木棍之间，延长出来的绳子打了个活结，小心地放到一边。只要有动物路过踩中了这个陷阱，就会被收紧的鱼线吊住，再也无法逃脱。那么如何确保路过的小动物就从这过呢？自强早已想好。只见他从别处落了一些落叶，尽量地把其余地方都拦上，只留下一条留着陷阱的开阔道路。至于有没有效果，那就等待时间的检验吧。
自强沿着树林继续碰碰运气，看能找到什么可以吃的。寻觅了好久，也只发现几颗野生菌子，而且还都很小，不到采摘的时候。这时已是来到了湖边，往下一望，应该是发现了什么好东西。原来是一条死鱼浮在水边，不过已经泡得发白，不能吃了。自强抬头打量了一番周围环境，这里已是树林的深处，一般人不会来这，安全性是有保障的，且靠着湖边，平时可以钓些鱼来吃，在他看来是块不错的落脚点。既然有了主意，自强立马掏出了柴刀，开始对边上的杂草小树进行清理。在一脚踹翻了一截老树根之后，一块足够容纳他居住的坡地呈现了出来。看着满地的枯枝落叶，自强将其收集到一起，点着了火，一烧了之。湖边的小树也被他采去了枝丫，整片场地的光线随之变好了许多。干完这些，自强转身向着树林中走去。他来到一棵笔直的小树身前，挥起柴刀对着它砍了下去。这些树干他打算拿来搭建庇护所，毕竟长期露天睡觉，即使不下雨，早上的露水打在人身上也是蛮不舒服的。只见他调整了下树干的位置，将它架在了预留好的树杈之上，可以说很好的利用了这里的环境。别看这个树杈不是很粗，但它还是长在地上的，用来架着3根木料那是绰绰有余。接下来就该寻找可以盖在上面当做屋顶的材料了，而这些宽大的棕榈叶就是不错的选择。当地人盖一些简易的窝棚都是用的它，薅光了这棵棕榈树。自强拖着叶子回到了湖边，为了能有一丢丢防雨的效果，他选择从低到高将棕榈叶铺设上去。虽然有心在这长久居住，但饭的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，先简单的覆盖上去，之后可以慢慢再升级改造。回到底下，重新给篝火添了点柴，又在附近找了一些枯枝作为柴火后，他决定去看看自己设的陷阱怎么样了。人还没到，就听到了鸡的哀鸣声。自强赶忙跑上前查看起来，一只不大的母鸡，不知什么时候被困在陷阱里，鱼线紧紧绑住了它的脚，使得它没法逃脱。这只小母鸡大概率是从边上的农户家里跑出来的，也不知道在这野外逍遥了多久。倒霉的他遇到了自强，怕是要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了。提着鸡回到了营地，就这会功夫，篝火又快要烧灭了。自强3两下结果了这只小鸡，他没有直接拔毛，而是将鸡按到了湖水之中，让水彻底浸湿鸡毛，这才提着它丢到了篝火上。正当疑惑就这样带毛烤出来的鸡还能不能吃的时候，自强把鸡提了出来，拔起了毛。原来丢到火上只是为了加热鸡毛上沾的水，达到一定温度以后，就有了如同把鸡放到开水里烫了一遍的效果，拔起毛来也简单了许多。看样子自强和老奶奶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，真是学到了不少有用的技能。不够烫了就放到火上再烧一下。没一会时间，小鸡已经脱光了它的伪装，赤条条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拿到湖边清理完内脏，自强把它绑到了木杆上，支在了刚刚制作的简易烧烤架上，利用炭火的余温慢慢烘烤起来。等待的时间里，自强拿出了捡到的瓶子钓具，穿了点鸡肠在鱼钩上，依然是和之前的方法相同，把瓶子穿到了木棒之中。接下来只要等着鱼上钩即可。无事可做的他专心照看起了自己的烤鸡，中间还钓上来一条小鱼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烤鸡也是终于熟了。自强难掩心中的期待，撕下鸡肉美美的吃了起来。可以看得出，今天烤的鸡比昨天的炭黑烤鱼可要好太多了。他吃的那叫一个香。至此，他也是有了一个简易的容身之地。相信聪明又能干的自强能很快过上更好的生活吧。